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车轮。这个车是咱们一个粉丝开过来的啊，09年的宝马5系。现在是啥问题？过坎儿，不是过坎儿，就是说直走拐弯的情况下啊，20迈、30迈左右，你要是说拐弯的情况下，听着后边会咯噔一声，咯噔一声，就跟后屁股被人撞了一下那种感觉似的。刚才咱们跟车主试了一下，现在这车09年的，总共跑了3万多公里啊，将近4万，马上4万公里，差500公里。后边刚才咱们试完已经上架子了，上架子看了一下底盘，底盘上是有一个拉杆球头框，导致我感觉那个球头框呢左右都有框量，但是听着这个声音跟那框量不一样。现在我带着我一个兄弟，我俩出来试一下车，看看它这个响声到底是哪传过来的。现在咱们，哎呀，旱天还打眼了，昨天嘛旱一晚上，我这眼睁不开，现在一看太阳就流泪，不看太阳都流泪，这眼里头跟有沙子在揉一样。现在到宽敞的地方试一下，不知道这个因为没带麦克风，不知道能不能听清这个声音。听见了没？听到了。咔腾咔腾。因为刚才跟车主试的时候，只是就这样掉个头听一下，因为我们试这个异响，就必须让这个异响，就是别管它是什么异响，各种异响，必须让这个异响试的时候不停的让它在响，才能更准确的判断出来它到底是哪响。但是现在我听着这个动静，跟那框的那个球头完全一点关系没有。感觉后边跟有东西似的。哎，感觉一会儿在左，一会儿在右。你往左打的时候，它右边撞得响；往右打的时候，左边撞得响，感觉。对。然后我刚才跟车主试的，就是你比方说咱们，因为我俩试的时候，他开的也比较柔，我这试一响，我就只要他响，我就不停的想让他响，这样才能准确判断嘛。刚才我俩试的时候，他往右打完。响完以后再往右打，它就不会响了，说明这个东西，说明这个响声这个东西它就过去了，你往右打过去了，响完它就一直往右，它就不会响了。所以说我感觉有东西在撞，刚才也没开人家后备箱看，走下去看看。哟，这里边有个东西呢。这有个箱子，那啥吧，我坐进去，然后你开一下试试看。行，看看我听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刚才在架子上检查的那个球头响。好。来，你拿相机不？啊？你拿不拿？我不拿，你给我弄。
给它放出来。哎，他妈就是这箱子。我开的时候听不到声音了。对，这箱子带轮子嘛。我操！带轮子，我在我躺里头，我还说挺减震的，过去他梆过来撞我一下，过去他就过去了。你看没？就这响声吗？对，把它拿前面试一下子。不用试，就这玩意儿。走。紧一下手，我把它放后边。哎呀，你在外边拍着，我试一下就行了。好。走，上车。没了，回家。就这个箱子。嗯，对，那箱子带轮子，来回晃。关了。OK， 方便拍不？啊，这个可以吗？后轮试着没有任何异响，然后导致你想的是你后备箱放的箱子。不可能！我操！你上车，咱俩试一下就知道了。不会吧？你不用拿了，现在我就放后座了。我操！啊！我靠！咱俩再试一下啊。试一下，因为我就还专门，我当时也想是不是这个你那箱子带轮子。啊？它带轮子，但是它应该也不会滚动啊。会。这家伙我躺后备箱试呢，那箱子一拐弯撞我，我就让开地儿让它撞，然后砰砰就出来那响声了。这他妈！我把箱子就抱住了，抱住它再拐就没那响声了。我一开始也没看那箱子，我说这箱子肯定挪不动啊。然后他一撞我，我这个箱子，我感觉我是卡那儿的。他一撞我，我把那箱子抬起来，我一看底下有轮子。哎呀，这整个大乌龙。没有啊？啊，没有。这速度够快了呀。嗯，确实。而且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？嗯。它是为什么你往右打，响了之后它就再往右不响了，箱子滑到那边去了。你现在把箱子放后边，立马它就声音就又出来了。你给它放后边。不行，我估计你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响的？放了那箱子开始响的。哎，不是，这个箱子放了好久了，一直都有啊。是吧？啊，但是以前这里边是满的，我还放了一个。哦。对，我以前这个箱子旁边放了一个我换的那个这个。以前放东西了。放东西给它卡住了。对。听见了没？啊。是不是这响声？是。就那箱子撞的。我操！因为你现在后备箱里头啥东西没有啊，就那一个箱子。以前是卡着的东西的。对。哎呀，这折腾你2个小时了。它这个后轮的确是轻有点旷，哪旷呢？
是侧壁的一个小拉杆儿球头框的，但是没有特别大的影响，影响不大哈。对，因为那球头左右，别管左右还是上下啊，右后轮比较严重点，左后轮轻微有点，然后两个轮都是那个拉杆导致框的，但是那个没什么影响，现在目前看。目前没啥影响。嗯，你看这底盘件儿，底盘件儿是差不多吧？应该是个3万公里的车吧？对，都好着呢。拍成小视频了，我也成素材了。你也成素材了。行了，那你回的话，你往那边走吧。对，往那边走，我就在这儿，你直接掉头吧。还有其他问题没？没有，还有一点空调的问题，我等过完年再弄吧。制冷的问题啊，到时候再过来。行，那我就停这儿，你直接掉头了。行好。好，谢谢兄弟，我没事给你表示一下。没事，表示啥？不用表示，顺手的事儿。耽误了你时间。小问题。吃中午饭也是耽误，要不兄弟们咱一块吃个饭吧？不用，下回再说。哎呀，感谢。没事，小问题，你把那箱子搬出来吧。对，行，我回头不行，你把那箱子轮子卸了，轮子给它拆了，别让它滑就完了。对，行了，好，谢谢兄弟。好，没事。给我加个微信，对。扫啊！我加你了。咱俩有吗？我没有，但是我申请过，但你没通过，可能忙着呢。是不是？我是这个办。你昨天申请的吗？我今天上午。那应该是没有，因为我昨天晚上汗电汗，今天疼的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，然后今天早上10点钟才起来。好，行，好了，没事。好，行，那你过去。好，感谢。没事。有事咱就微信联系。好了，你让我修空调再来找你。OK。好，慢点啊。好嘞。50米掉头。我想回家，我已厌倦了身边的心。看一下，现在是能打滚，挂不上打。离合踩下去比之前软了，没劲儿了是吗？突然就成这样了。对，刚才在这等了一下灯嘛，等了一下这个堵车嘛，等了一下一踩，啪一下，就这样。我踩一下看看啊。哟，靠，没了直接。你这种情况，要么是分泵，要么是总泵有问题了。现在只能先加上油排一下气，给你排一下试试。行。你明白我意思吧？如果说排气排不出来，那就得检查，得考虑到底是总泵有问题还是分泵有问题。那总泵如果这个泵有问题的话，在这儿能修吗？能修。那你先排吧。刚才有一个好心人过来看了看。你们当地的好心人说啥？对，他也不太懂，因为他是个学徒。他是学徒。哦。有一个好心人，我说谢谢你，我再帮你们看看。我操！我说油咋一个劲儿往下下不出，就是总泵坏了。我说咋一直加油这不出油，里边总泵漏了。那怎么漏的踏板子那都是油，直接换总泵。你带的有吗？没有，我先调货就行了，让跑腿送过来，我查一下多少钱，我给你看。我说油一个劲儿加，这边不见出油，然后一看踏板子那直接从总泵那漏了。
从里边漏的，对车里边漏的。对，离合器踏板底下。看了吧，全是油。我说光加油了，呼呼往下下，这边不出，然后一看都漏里边去了。那总泵是在这外边放还是在里边放？里边拆里边，从外边掏。这安全吗？啊？在这儿拆安全吗？可以吧？等会儿我看那会儿要啊，反正有点别扭。这老过电动车，你开着门子有点那啥。你那个车能不能往外边靠一下，挡一下，稍微挡一下？开着门在这边给你看着的。啊，再往边上靠靠嘞。你再靠也不行，那你再靠他这会儿是那儿是变道嘞，那会儿是来回换。那儿正好是个岔路口。你说这个马达子太高，不高往上撅一下也行哈。对呀、你现在挂不上档，你就是撅也撅不动了。哎，我你看一下调那个啥吧。你是要往钟楼去是吗？本来我想着去钟楼玩一下。上南门吃点饭，然后去钟楼那一块这都吃点，你5点吃还能吃完呢，真能饭都能吃完。哎，在这吃点饭呢，这我要走着这坏了。咱们这边等那个红绿灯，然后对。往前走，这家伙也不好走，主要是没离合不好走。哎对，没离合。走也能走，但是堵车就没办法走。要是不堵车，我还能给开到前面去。来回换挡啊。把这个车一会儿往这边横靠，然后把我那个车往外靠一靠。对，你先调一个那个总泵吧。对，让他先调总泵过来，咱们不浪费时间，然后过来之后咱们。那个泵加上油换好是300块钱，可以。然后这个300不包括他那个检修尾款100，相当于我弄好加上那个检修尾款100，是一共400。便宜点，优惠点。这个东西我说了不算计。我们刚便宜点不容易。不是我们刚不是已经在平台已经支付过？对他给你应该说的很清，配件儿就是说另算的。我知道。这个东西优惠点。真没多要。你想想，我们配件儿加上油加上我还得叫跑腿送过来，其实我们这期间没有挣你钱，相当于我来了只挣我们尾款的工费，知道吧？啊行，换吧。啊，对，那我就让他叫个跑腿让他送，然后我现在叫跑腿叫完，咱挪车。挪完车你该对，然后挪完车咱就拆。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刹车有没有问题啊？别到时候跑着刹车。刹车没问题，它这个是跟刹车油壶用的一体油，知道吧？不连吧？这个不连，但是它不连，你知道吧？只共用一个油壶，但是和刹车不连。它这个就是离合器总泵漏油。这个前面还用紧上吗？这个东西先不紧，因为我把总泵换完还得排气，还得试啊，不是说还得试，还得重新排气。因为里头气全得让它排出来，没事没事。这你就不用管了。到时候我付是直接在那个平台上，你们那个救援队上平台上付还是付给你？付给我就行。行。嗯。你们这个不是一体的是吧？这个东西咋说呢？它平台就是一个接电话的平台。然后我们呢？我以为是你们的平台的。不是，我们呢就是周围附近修车的。对对，你们是附近在那里边。然后不是，你看到的都是虚拟位置，知道吧？我呢就是西安到处跑来回修车，跟他平台就是一个合作关系。啊，他平台人在哪儿？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，连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明白了。啊，它就相当于那个滴滴那个平台。对。对，你们跟他合作。他相当于拉皮条的。对。我呢就是干活的。对。啊。我以为是你们店是一体的。不是。你。因为这个东西，你不信，你站哪个位置搜，都离你几百米有，其实并没有，那就是个虚拟的。看谁抢到这个单。对对对对。谁愿意接这个单。对。
我看啊，这是我待会儿松手刹，我往这边很靠，您帮我推一下就行。屁股往外稍一点，头往里边去，然后你这个车往外靠边，你不是安全？也行也行，这样你不安全。等会儿不堵车了，咱往这边靠。对。带一个红铲走啊。这下雨车跑不快，堵。对，就是因为这儿堵了一下，我停了一下车，踩一下离合换挡的。堵这，它这个泵也属于这车一个通病，时间长了那个泵就容易漏手动挡的。这瑞纳修这个泵的太多了。其实实话说，这个在修理厂换的话，也就是200多块钱，油加上工费，知道吧？那东西，但是咱在外边谁也不认识，坏路上了，你不兜着钱没办法，咱也没办法。但是咱不认识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在西安有认识的人，有可能就花费稍微少一点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东西只能靠平台啊，没必要去找这种啊。咱先往前推一推。就这东西，直接破了，顶开了。漏油了吧？时间久了这个东西。对。哦，那卡子断了。这一换就整套换了吗？整套，拿的原厂改进的。好嘞，谢谢。兄弟们，如果说你的手动挡现在呢，基本上都会有这个通病啊，总泵容易就是说断裂，直接就把你扔路上，手动挡啊。然后还有就是分泵也容易有问题，分泵有问题了，咔，你那个离合器嘎嘎硬，踩都踩不动，那就是分泵坏了，导致离合器踩都踩不动，硬邦邦的，踩不下去，怎么都踩不下去。然后总泵呢，就是爱漏油，直接就给你啪一下子油一下子全漏了。踩住离合，打着车。往后倒，对。好，回轮，然后挂下1档看。好，高度怎么样？高低度？嗯，可以。离合高度可以吧？可以。可以，那就 OK 了。这就可以了。都挂好了。嗯，你刚才突然踩着没有，是因为我没有把那个卡锹卡上呢，还。嗯，对。好，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啊。
微信是吗？那是微信。400哈。嗯，400。我有点慢。没事。好，收到。谢谢啊。行，没事。那咱们走，没事没事。好。啊，走走走，祝你们玩的愉快啊！好。